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森。那一说起牌坊啊，大家都知道，在古代呢是一种荣誉的象征。曾经呢，我们去看过，同样也去拍过不少，大多都是一些表现杰出的功勋啊、科举啊，又或者说是那种忠孝节义的建筑物吧。而今天啊，我们要去看的这个牌坊呢，与以前我们曾经去看到过的，还真是有一些不一样，因为这是一个古墓的坟前坊。那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牌坊呢？那这个古墓又是何人所建呢？那我们就一块儿去看一看。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这个森林公园，你看这里呢，它是属于这片公园比较偏僻的地方。不过刚才啊，我就发现这里的风景啊，还真是蛮不错的。你看这底下有一片蛮宽敞的绿油油的一个湖面，而那个牌坊呢，它也是在这个公园的这个半山腰的地方吧。其实呢，在过去啊，它应该是蛮偏僻的。你看现在应该拉上了蓝色的铁皮，我估计又在装修或者说在施工吧，所以就更难发现了。我刚才就用那个空拍机呢来做了一个定位，没想到啊，这个牌坊呢，它竟然就在这个铁皮的后面。来看一下，好，看到了吗？它就在这个施工铁皮的那个地方。如果不仔细看的话，真是挺难找到的。这是一个长廊，不过上面的这些木板呢，都已经垮塌下来了。这里过去看一下。过来。哇哦！下面啊是一块荒地，而这个牌坊呢，在这个荒地的上面。荒草地，地上好多的马屎。对面现在有2匹黑色的马，已经变成了马的生活的地方了。我感觉这个牌坊啊，从远处看上去，要比我们以前看到的牌坊小了不少。这个路还是不太好走啊。就在对面呢。你看这里其实是有石板路的，不过在这里就已经断掉了。我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牌坊的旁边，近距离观看啊，它确实显得不太高，整体呢就是一个黄褐色。这与以往我们看到的那些比较复杂的牌坊比较起来，它显得就比较的简单了。就是这种2柱啊单间，然后3层的建筑结构。不过呢，你仔细看它的顶部啊，却有一个很大的葫芦，周围呢还有一些还蛮精美的雕刻。越往上啊，越是漂亮。你看这个左右的立柱的上面呢，各有一只象头啊，把2楼给撑了起来。那为何要用象头来做支撑呢？真是不知道有何用意。我记得以前看到的那些牌坊啊，在它的左右2边，通常都是那种抱骨石啊，或者说是雀替，就是古建筑的一种构件，就像那种托木一样。再到上面啊，周围还雕刻了很多的图案，
中间啊应该是一只仙鹤，旁边应该是供养的莲菊吧，还有香花。我感觉像是这种暗八仙的图形。你看，在明朝的万历年间呢，当时就诞生了4部神魔小说，很多人也把它称作为4游记，就是《东游记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南游记》还有《北游记》。那《西游记》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，《东游记》呢就是记载的8仙过海的神话故事吧。那在道家当中呢，又把这暗八仙啊称作为道家的8宝，也就是8仙他们所使用的法器吧。像现在上面的这些图案啊，比如说最顶上的那个葫芦啊、扇子啊、宝剑啊、荷花，这一些啊就寓意着吉祥安康吧。不过非常奇怪的是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得到，中间的那个匾额上面竟然没有任何的文字和内容，就是一个空白。这种情况真是蛮罕见的，因为既看不出墓主人的身份与官衔，又看不出他建造的时间与年代。在这个立柱上面，同样也没有任何的记载。这就进入墓园了。你看，这里面已经是荒草丛生了。在这个牌坊的背面呢，是一个对称式的，只不过有一些图案啊不太一样。周围还有一些石构件，这是一个仙桃，看上去是不是还蛮独特的？这个石像已经都没了。这边还有一些精美的神兽吧。据说啊，曾经这个墓园呢，它的规模还蛮宏大的，当时有比这个牌坊更高更大的一个。不过这些精美的雕刻啊，全部都在上世纪60、70年代的一场运动中呢，被破坏掉了。你看，墓主人的这个墓石啊，就在那个地方了。走。这里面真是不太好走啊。你看，这个墓石啊，它就建在这个岩壁的上面。虽然现在已经被周围的杂草所覆盖了，但是不难发现，一共有1、2、3，一共有3口，而且全部都是这种拱形的石墓。但是很奇怪的是，这又不是汉代的崖墓，那它为何会离地悬空，有这么1米多高呢？而且每一个石门啊，都还遭到了破坏。你看底下的这些泥土啊，我感觉曾经呢应该是一个平面，后来呢是遭到了破坏，又或者是遭到了挖掘以后呢，现在就显得它是悬空在这个石壁上面的。而且地上随处有很多的大石块，这些应该就是以前石门啊它上面的一些残骸吧。哇 ，Come on！ 这植物啊，它的根茎非常的粗啊。左边的这个石门上面能隐约看到有老汝人3个字，那有可能里面埋的是一位女性吧。中间的这个墓，你看这里能看到卯山有象，这应该是风水的朝向吧。正面刻上了皇亲赐封登侍郎显考理公会廷友字春阳老大人之银墓，大概是这几个字。时间是咸丰2年正月26日。咸丰2年，哇，那大概是在19世纪中叶吧。
距今都已经有170多年的历史了。不过这个登侍郎啊，在当年呢，并不算太大的一个官，最多只能算是一个9品芝麻官吧，也有点像现在的这种区县里面的这种某个部门的局长。右边的那个墓啊，现在已经是完全看不到了，你看，全部都被杂草覆盖了。我看一下能不能想办法走到这个旁边啊，去看一下。从这个外面看上去，里面有很多的泥土，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什么东西。哎，这确实不太好上去啊，这一不注意就会踩滑。我给大家拍一下吧，大家看一下里面能不能看到什么东西。我用电筒照一下，来，大家看一下。从我现在这个角度看进去啊，里面其实全部都是泥土，而且特别的厚。这里面大概的空间呢，应该有4个平方米左右吧，而且全部是拱形的。即便现在里面如果有什么东西的话，我估计也应该都被埋在这些泥土底下了。从我这个角度啊，确实看上去很吃力。能看到有什么吗？哇，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。哇，你看啊，据说在上世纪大约90年代的时候啊，这个盗墓风呢可以说是席卷全国。那这个3孔的古墓啊，也就是在那个年代呢，被这些盗墓者所光临了。当时的那些盗墓者呢，他们就来到这里啊，把这些墓门给砸开了以后，把棺材板拖出来，然后把里面有用的那些陪葬品啊，就带走了。即便是后来有村民发现了以后报了警，但是在那个年代啊，大家没有太多对于文物保护的意识，所以呢，就不了了之了。那你说这么小的这种盗洞啊，它是怎么把棺材拖出来的呢？我个人觉得啊，其实盗墓的方法呢太多了。就像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一些帝王的陵寝，或者说是大规模的墓室啊，一般呢都是团队合作，他们呢就会来到墓室的这个周围啊，用土炸弹呢把它炸开，然后进去洗劫一空。又或者说是呢，找到墓室准确的位置，从上面啊打一个盗洞，直通墓室，然后放一根绳下去，把人吊下去以后呢，进行打劫。另外还有一种啊，就像现在我们看到这种规模比较小的墓室了，就在墓门上面打上一个洞，然后徒手伸进去，一顿狂摸，摸到什么就算什么。不过，往往像这种墓室，通常都是全打开的。后来呢，当文保局在得知了这样的一些线索以后呢，第一时间赶到这里进行抢救性的修复过后，通常都会进行一定的回填的处理。所以现在看到的这些石门啊，我感觉应该是做过回填，不过上面留下的这些盗洞呢，有可能是没法修复的，而这些被破坏的石门上面的这些石头啊，估计就被散落在了这个地上吧。所以现在我已经不知道这里面到底还有没有什么宝贝，或者说是还有没有什么东西了。但是从上面的文字呢，就可以读出，在中国古代啊，这些中国人的这种爱面子的思想呢，就已经是根深蒂固了。你想，如果在墓门上刻上了9品芝麻官的话，那这是多么不风光的一件事情，又或者说是挂不住颜面的一件事情。可是呢，将它的文字稍微包装一下，稍微改一下，创造出另外一个词汇，比如说登侍郎，很多人呢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，挺神秘的，又或者说是不太容易去理解，那这就是另外的一种感觉了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这每一个古墓呢，其实都能看到不同的这种家族他们的兴衰与这种故事吧。好吧，那这个古墓就是这样了。那我沙僧，我的旅行啊又将继续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